大家好，我是静。这次安排马祖3天2夜自由行，来到了南竿、北竿、大丘岛，走访特殊战地风情，传统村落闽东文化里欣赏壮丽的美景，在坑道中寻找蓝眼泪，品尝当地美食。宁静的小岛与野生梅花鹿近距离互动，有马祖地中海之称的芹壁聚落，眺望美丽的海湾，走访超过15个景点，介绍交通、住宿、美食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我们就出发吧！抵达了马祖机场，平安降落，真是太幸运了。民宿的车来了，先去民宿放行李。我抵达南竿的民宿了，很温馨耶。这间是海景房，可以直接眺望北竿。这次非常幸运，前4天的时候天气不好，班机都停驶。拜了北投关渡宫的妈祖，平安抵达了。第1天的话会在南竿游玩，会去看88坑道和全世界最大的妈祖像，旅宿南竿一晚鼎新海景民宿。第2天一大早就会去大丘岛，那边有许多野生的梅花鹿。中午的话就会前往北竿游玩，也会去看蓝眼泪。第3天的话就是回到南竿看一些战地的历史，就是住南竿1晚，北竿1晚，订机加酒6000多，是在立冬假期。那就期待我这一次的行程出发吧。这个是南竿的地图，等一下就是会逆时针走。一路上的话会经过马祖酒厂，就是这样子绕一圈，听说大概是1个小时左右。民宿看下去的景观刚好在比较高的地方，那这个民宿离机场大概是3分钟。结果才20寸、24寸，它那么大的炮哦，高度到这里，大陆打出来的。哇，这是去哪里捡的？它在土里面啊，有时候在土里面给它挖出来啊。哦。来到第1站88坑道，位于南竿机场的附近。从民宿骑过来只要1分钟，存放的是高粱，浓浓的高粱味。以前是给先民躲避海盗的地方，变成了酒厂存放酒桶的地方，因为里面的温度非常适合存放酒。它会叫88坑道，是以前庆祝蒋中正88岁诞辰，因而得名，就进去看看吧。马祖老酒存放区，就感觉放非常久了，灰尘很厚，比我还要高的酒桶。那听说这边也是花岗岩组成的，以前也是当做战备隧道。我觉得走完这条路就会醉，里面越来越浓。马祖酒厂956，感觉这些酒都比我还要老。温度常年在16到19度，非常适合当酒窖。这边是老酒的存量桶，非常大。如果很喜欢高粱味道的人，可以来这边走一趟，满满的高粱味，而且好安静哦。这边有写它的入桶日期，民国110年，存放酒的公升数。好，总共有92个。来到马祖酒厂，成立于民国45年。听说马祖的酒是用附近的山泉水去酿，所以风味很独特。有以前酿酒的器具，不过这边也可以来试喝酒。第
8任总统李登辉的纪念酒，这里都有收藏每一任总统就职的纪念酒。第16任总统就职酒，如果有买酒的，可以来这边小酌一杯。开车骑车不喝酒。现在要前往妈祖巨神像，这边是不能骑摩托车进来，还有2条路可以走，但是我选择骑到比较上来的这条路。灯笼特殊的工艺，里面是白色的纸，然后外面是红色的剪纸。我现在走到了祈福坑道，但因为现在下雨了，所以走这边有个好处就是不会淋到雨。2个步道，我们现在是在后山步道，但如果是从下面的话就是朝圣步道，那个会有非常多的阶梯。这边有个 Q 版的神像，太可爱了，那就进去看看吧。哦，快到了耶！天啊，结果往南出口关门了，不晓得为什么。回程吧。抵达了妈祖宗教文化园区。这个妈祖巨神像是102年落成的，参考大陆福建梅州所设计的365块切砌而成的石头，这里象征着365天日日平安。总高的话是有29公尺左右，世界最大的妈祖巨神像，旁边有一个很像船的造型，妈祖乘风破浪的感觉。旁边有千里眼和顺风耳。如果走朝圣步道的话，就是从这边上来，看见妈祖。然后如果走后山步道的话，就是从刚刚那个地方。我现在在祈福坑道，象征从銮轿钻出来保平安。这样设计是因为这个路口的宽度刚好是这个銮轿的宽度。这里原本是一个战备坑道，现在变成了祈福坑道，所以可以进去看看。放一些照片。大概就是这样的大小，这里面就是通到刚刚的祈福坑道，就是灯光很亮的地方，但是刚刚已经关起来了。刚从妈祖巨神像骑大概5分钟就抵达了妈祖天后宫。地标妈祖剑碑，右边看过来就是天后宫。后面居然有一个天后宫步道，全长270公尺。来到了马港老街，它是在天后宫旁边的一个老街，听说是人气第1名的继光饼。那这一个是20块，加其他的料变成一个汉堡，很香哎，它上面的芝麻味还蛮香的。然后如果你连时尚玩家肉来拍过马祖必吃的美食，没有夹东西其实没什么味道。然后如果夹东西变汉堡，像是70，推荐给大家。
条街好宁静。前方的话就是天后宫。如果喜欢买名酒的人也可以来逛，这边还蛮多卖酒的。这里面会有4D 的蓝眼泪效果，所以1年4季都可以和蓝眼泪虚拟的互动，全票350。这次应该就先不进去。它楼上也有蓝眼泪咖啡馆。原来这个地方是西尾，靠最北端的地方，所以还蛮多海洋废弃物都会从这边冲上来。在蓝眼泪故事旁边有一个餐厅叫西尾半岛物产店，希望中午可以顺利吃到。今天中午来吃西尾半岛咖啡咖喱。价位落在200左右，这边还有有名的淡菜。现在来到金沙聚落，南竿最靠近大陆的渔村部落。那它会叫做金沙聚落，是因为沙子细如金沙，建筑很特别。等一下就走上去，拍下来的景色会非常好。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小坑道，好特别的民宿哦，是石头屋。然后在上面好像也是都是民宿，这里可以俯瞰整个金沙聚落山壁这样往上盖的建筑。礁岩上的碉堡是以前阿兵哥住的地方啊，这是水桥，住在这么狭小的地方，然后洗手间在外面，阴暗潮湿的地方，感觉会很忧郁。这几个位置以前好像会有水鬼。晚上的水鬼比较多，所以会有军犬圈养在这边。他们从那边爬上来。在这边当兵非常孤单，非常多礁石的地方，住在这里。然后这些都是以前他们驻守的位置。新修缮的道路非常好走。每周都是要走楼梯回程了，那它这个来回大概30分钟左右。现在来到南竿游客中心，那这边会有2个景点，一个是北海坑道蓝眼泪，另外一个是大汉据点。那这边也可以看海，有一丁安酋长岩。北海坑道蓝眼泪我是预约晚上6点半左右，所以那个是晚上来看。那游客中心里面有卖其他的纪念品，那我们就去看一下。
比利时进口的巧克力，好特别哦。来到南竿游客中心旁的大汉据点，是一个以前的军事基地，它全长有230公尺，然后3层楼都是不同的用途。以前阿兵哥也是住在里面的。那旁边的话就是北海坑道，这边有个洞，这是晚上才会来的，所以我们先去大汉据点看一下。用炸药跟人力凿出来的，那是2006年整修完毕的。大汉据点的军事基地非常多的炮台，就在下大雨哎，最近的天气都阴晴不定，5、6月又是蓝眼泪的好发时期。不过总长230公尺，走起来也是15分钟左右。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小房间，有各种不同的用途。刚刚下雨，地板都积水，脚都湿了，水一直往下。不过水真的不容易排掉，所以以前当兵的真的超辛苦的。是在这个方向北海坑道，这是刚去的大汉据点。那这边有个印第安人酋长岩，大家有看出来吗？没想到马祖有那么高的住宅。现在来到北海坑道，那它是57年落成的，是为了作战需要所建造的，也是马祖最大的坑道。炸这个坚硬花岗岩的时候，牺牲了无数的军官的性命。搭着小船看见蓝眼泪，非常高的几率可以看到。它是要先在线上预约的，我是在 KKday 买，一个人大概300多左右，是在晚上的时间，但是约6点半，提前20分钟先抵达，就进去看看吧。这个可以打水面，看见蓝眼泪。体验完北海坑道了，那它真的可以看到很多蓝眼泪。如果没有看过的，来这边体验看看。坑道非常大，在以前是可以停放超多游艇。蓝眼泪就像海中的星星一样，好像在3到11月都会有，然后最好发期是5、6月左右。我还在坑道里扭了一个纪念币，这个是100块。蓝眼泪超难拍的，要用长时间曝光。拍了超多张，只有1张可以，是要拍打水面的夜光虫受到惊吓才会发出的光，很特别。希望明天去北竿还可以看到。靠近南竿机场的这一条街还蛮热闹的，然后有八方云集啊，便利商店。买了一个冰箱磁铁，超精致的，在马祖手信坊买到的。86年开业的3等冰西点面包店。晚餐来吃家家小吃馆。马祖有名的花蛤，这一盘是200，这个肉超大的，花蛤超好吃的，一定要点，这个原味都超好看。
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我来到马祖的第2天，没想到一早就下起了大雨。早上9点的话会搭船去大坵岛，民宿的老板会载我过去，一天是只有1班船班的。中午的话就会再搭船去北竿，在那边住1晚。从民宿看出去的房子超可爱的，这边的岛屿是叫做靖屿，也称为蛇岛。期待今天的行程，我们就出发吧。来到南竿的福澳港，那这边就可以去北竿、大坵或是东莒港口，有看到在马路喜欢的食物啊，这一束是50，先买了。等下一下船的话，行李是直接放船上，梅花鹿就会聚集过来，好期待哦！听说有很多，有从南竿出发的价格，西莒、东莒票价是250。一上岛就有野生梅花鹿来抢食哎，听说是以前来这边野放几只，就现在变超多。大坵岛大概是0.53平方公里。1991年最后一户人家迁移北竿后，岛上已无人居住。1998年就也完全撤军了。1996年将13头梅花鹿野放至此，自然繁殖超过150头哦。那这边有马祖奈良公园的美称，觉得他们都还蛮温驯的，就只要有商业或是有食物，他们会比较激动。这边都是以前有居民住的地方，听说现在有一个岛民，还有卖一些商品，纪念明信片，上面也可以盖印章，上面也有卖商业哦，一个是50，是一样的。大坵岛上也有其他的景点，这边都有被整修过，看起来还不错，路道也都很完整。刚从大坵码头走到大王庙，现在要去大坵堡。民国50年完工了大坵分校，上面写“我爱我的国家”。低年级教室旁边应该是洗手间，所以它教室只有2间。走到大坵堡可能也要20分钟哦，要保存一点体力。如果是夏天来，一定超热的。
穿越大丘堡就来到了一片草原，哇，这边景色很好哎。沿着这个楼梯就是大丘的最高点，它可以眺望很远的海景跟各个岛屿。那其实，在旁边有小路可以继续走，但是我觉得好像会有点来不及了，11点40分就要集合了。大丘自己就到这边结束了，等下就直接回程哦。那走上来的话，大概是半小时左右，所以大家要多补充水分。我在大丘岛。岛上好多香菇哦，如果知道是什么品种的人，可以下方留言跟我说。走到最北的话，可以眺望小丘岛哦。不过我看的话，这样至少单趟要1个小时哦。现在在北竿码头，这里有民宿接驳车来接。北竿的住宿龙福山庄，刚刚是从大丘岛坐船来北竿，大概是15分钟左右。而且我觉得他房间这次超干净的，因为刚突然下暴雨，所以预计是会搭台湾好行去游玩，就很方便，在旁边然后有公车刷悠卡，大概一个人是半价就150就好，然后会停6个北竿主要的点。这间饭店很特别，它是面机场的，等一下就会先去吃午餐，2点在台湾好行的公车那边准时出发 ，Go！ 那从龙福山庄走出来，大概100公尺就到北竿很热闹的一条街，它前面有 7，然后在左边的话就是北竿机场。阿婆鱼面店这家是观光客必吃的，听说鱼之香也非常好吃。这个是冰的，这个是热的，听起来像甜品，有个黄金饺，很好吃。终于点到了淡菜了，在马祖很有名。点这个好大哦。它这个是300，可能现在不是产季吧。它这个吃起来没什么腥味，很新鲜了，吃起来很像鹅啊。马祖好行的公车站牌都在这边，这里是第1站。如果悠卡没钱的话，前方可以加值。在这边现场报名马祖好行也可以。这是对岸的炮弹，然后里面是放宣传单，炸开到高空之后会闪落很多张纸，钱的时候捡宣传单可以获得奖金。以前的马祖管制重重，金融也被管制了，所以要兑换马祖币才可以在这边使用。1989年就停止使用，被回收了。
景色还有亮点哦，超美的，可以看得很远的海景。只是现在天气不好。这边离大陆大概是14公里，高登岛离大陆大概是9公里。可能马祖的祖先都是从福州那边过来的，所以他们是讲福州话。我以前抓的鱼是黄鱼。这里是桥子村，听说有8间庙，是以前不同的祖先来到这边就带来不同的信仰。这里也有一间。大推台湾好行！我没想到北竿的山路这么陡真的很陡，自己骑摩托车的话，我觉得很危险。台湾好行可以直接到指定的地方，然后就可以拍照。现在在马祖的最高处，298公尺，碧山观景台。来到了板里大宅游客中心，大宅的石头是170年前从大陆运过来的，是一户很有钱的人家运过来。以前为了要防土匪，所以都盖4面的，上面就让它通风。真正的大门是这个。重新整顿之后，除了有民宿，还会有卖冰的地方。民宿叫大宅3院。板里古宅花了3000万去整修，2009年请那个福州的师傅过来整修3天才完成的，后代就直接捐给政府。还好这些古宅保存下来。北竿游客中心也有很多印章，有带明信片就可以来盖。芹壁村有好多小商店哦。国外的这些古宅都被保存得非常好，原本已经废村了，发展观光，所以有非常多的住宅啊、咖啡厅。远方的那一座岛叫做龟岛。芹壁村也有 7 超可爱的，所以可以旅宿在这边一晚，可以看对面的海。下方的话也有沙滩，进去看看。傻眼，我被骗了，它只是一个 7 的贩卖机，有卖一些小零食、饮料。这家店有卖很多黄金角冰，它旁边也可以拍完美照，但我现在来不及了。其实台湾好行还蛮赶的，完美照可以在这边拍。吃完晚餐就要去马鼻湾沙滩，听说今天蓝眼泪有非常高的几率可以看到，不过带脚架希望可以拍到。小间的 7， 然后往右边这边走就可以到马鼻湾沙滩。
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来到马祖的第3天，吃完早餐就会回到南竿了。饭店接驳车站到白沙港，就把剩下南竿没有走完的景点走一遍。我在白沙港码头了，要搭船回南竿了。北竿，拜拜。从北竿到南竿航程时间是20分钟，成人票是160。海港附近租摩托车是在 KKK 上订的。我的1天是500左右。这边可以选择海港界机场环，虚拟的话，租车公司也可以保管。现在来到全台最北的星巴克，位在马祖福澳港的旁边，边喝咖啡边看海景，就去2楼看看吧。可以看到整个福澳港。位于全家旁边有个商店街，整体看起来蛮复古的。这边有一些纪念品店，还有一些餐厅。马祖民俗文物馆现在没开，它这里是介绍闽东文化主题的博物馆。现在来到金国先生纪念馆，没有金国先生的遗嘱。他写给同仁的书信，出版的书籍。云台山军情馆，南竿最高峰云台山，眺望北竿最好的地方。云台山看出去的景观就可以看到北竿，这个是蛤蜊岛，这个是高登岛，小小的是靖宇，右边的话则是福澳港。哇，还好雾渐渐退去，还可以看到一些景观。再来到胜利山庄，听说是以前长官住的地方。胜利山庄是峭壁上开凿出来的，有点像是豪华的洞穴。听说里面也有总统套房，但是今日闭馆。旁边的话是胜利水库。马祖的水跟电都是自己的，可能也有发电厂。有个珠山发电厂。来到梅石营区士兵特约茶室，不过这边在整修，所以现在不对外开放。然后它是以前民国46年消遣娱乐场所、休假中心、电影院、特约茶室、商店街。来到了胜利堡，它在胜利山庄的附近。马祖有95个军事据点，那它是编号01。现在胜利堡改建成军事博物馆，然后里面会展示一些军中的老照片。以前的厨房，有些军用的口粮。
该超怀念。睡觉的床，上下铺，前军中老照片，在艳阳高照的金门马祖当兵，真的很辛苦。走到2楼的景观，看出去好多的消波块。还蛮推荐来胜利堡的，这边有很多的历史故事，讲解也非常清楚，整修的蛮好走的。马祖有一些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信奉白马尊王，但白马尊王是以前的祖先带来的信仰。有一个叫王审知的人是家中排行第3，然后喜欢骑白马，就带着一些人来福州开垦，所以大家就会信奉他。他原本叫白马三郎，然后后来念久了就变白马尊王。来到了这间背包客，那这间有老酒豆花，结果他卖完了，所以我点了一杯老酒奶茶。它前面真的是奶茶，然后到后面有一种酒的味道，淡淡的，非常淡，还蛮推荐的，好特别哦。那这一杯是60。来到马祖必吃的美食屉饼，那它是马祖的传统小吃。那听说它的口感很像没有蚵仔的蚵嗲，来吃看。那阿朱屉饼的话是在北海坑到南竿游客中心附近，是一间名店，开很久了，然后大概下午2点就营业了。它里面的话是有米粉，然后还有蛋。那如果要全熟的蛋，要提早说，很好吃耶。那我还点了一个红烧鸡串，红烧好像是这边马祖的名产，有淡淡的酒香，然后鸡肉也腌得好入味哦，很好吃耶。然后这个跟屉饼一样是50。我现在来到马祖最具代表性的地标郑哥代诞，正着武器睡觉，就是一刻都不能松懈。是先总统蒋中正于民国47年来马祖视察的时候，勉励军官所提的字，民国77年完工。他与金门的勿忘在举共享盛名，从北竿搭船到南竿就可以看到这个大大的标语，在这边就可以一览整个福澳港的景观。马祖3天2夜之旅结束了，去了南竿、北竿、大丘岛，还有其他岛屿，非常推荐大家来走一趟。马祖具有战地风情、淳朴的聚落，还有闽东文化。岛屿上的人也非常的热情，很亲切。我有准备3张明信片抽给大家，可以于下方留言跟我说喜欢马祖哪一些景点。如果是会员的人，下方留言直接送出。自由行的详细资讯我都会放在说明栏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也来支持马祖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看更多照片可以追踪我的IG，下次见，拜拜。